最近我看到一份让人毛骨悚然的数据，台湾现在的总生育率已经跌破底线，成为全世界最不愿意生小孩的地方。这代表平均一个女生只生一个孩子。但你知道维持人口正常结构的底线其实是需要2.1的总生育率吗？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福利问题，这是一场正在倒数计时的经济核爆。很多人以为少子化只是学校招不到人，或者未来的养老院会面临一床难求。如果你也只看到这个肤浅的表层现象，那你完全低估了这场危机的毁灭性。今天我们不谈那些温情脉脉的废话，我们要撕开人口数据的虚伪面具，带你潜入这场资本博弈的深水区，看看这个不可逆的巨大人口黑洞到底会如何吞噬你我的财富与未来。我们先来看看政府开出的万灵丹，生一个小孩直接给你5万块补助，有些财大气粗的现实还会疯狂加码，孩子出生到5岁每个月还有津贴，送去托婴中心最高补助13000元，父母甚至可以请长达2年的育婴假，国家还会补贴你原本薪水的60%，听起来是不是一个完美的福利乌托邦？政府就像一个极度焦虑的专案经理，拼命往这个停滞的产线砸下大笔钞票，企图用撒币来重启人口的增长引擎，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年轻人完全不买单。生育率的曲线就像是一条心电图，一路往下跌到了几乎没有生命迹象。为什么这些真金白银的补贴毫无作用？因为养活一个人类幼崽的真实成本绝对不是几罐奶粉和几包尿布而已。年轻人拒绝生育的底层物理逻辑，其实是一场无声的底层资本罢工。我们把视角拉高到整个宏观经济来看，人本质上就是这个社会的底层算力。过去半个世纪台湾经济的狂飙突进，靠的就是这股膀大且廉价的人口红利。但是现在这套残酷的商业模式彻底崩盘了，年轻世代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地狱难度？是高到让人完全绝望的失控房价，是无时无刻都在压榨生命的工作压力，还有深不见底的军备竞赛级教育成本。房地产就像一只巨大的吸血巨兽，无情超前了年轻世代的微薄消费能力，更直接阉割了他们繁衍后代的勇气。当你每个月的薪水交完沉重的房租或房贷，剩下的钱只够勉强维持自己最基本的生存，你怎么可能还有余裕去投资下一代？这是一道极度冰冷且无情的数学题。生育补助那区区几万块的蝇头小利，在几千万的房贷面前根本像个荒谬的笑话。巨头们在会议室里真正害怕的危机，从来都不是买不到最先进的半导体晶片，而是这片土地上正在失去未来的消费者。煤有了源源不绝的年轻人口作为燃料，谁来接盘那些越炒越高的房地产？谁来买单企业疯狂生产出来的过剩商品？年轻人绝对不是天生就不喜欢小孩，他们只是彻底看透了这场资本游戏的本质。当繁衍后代变成一种会导致破产的奢侈消费，拒绝生育就成了最理智也最无奈的投资停损。他们用子宫和精子投下了绝对的反对票，彻底切断了资本家可以继续剥削的大动脉。我们可以看看隔壁的韩国和日本，他们就是台湾未来最恐怖的实境预言书。日本经历了失落的30年经济大停滞，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年轻人选择直接躺平，进入了低欲望社会的无限悲惨回圈。而韩国更是把这个生存游戏推向了极致，财阀几乎垄断了社会上绝大多数的资源。首尔的房价和补习班费用直冲天际，的韩国年轻人创造出全球最低的生育率。这3个国家的剧本发展简直如出一辙，因为我们都陷入了同样的结构性死亡陷阱。东亚社会特有的内卷式极端竞争文化，让养育孩子变成一场疯狂的军备竞赛。为了不让孩子输在所谓的虚幻起跑点，父母必须砸下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教育资源，才艺班、双语幼稚园，还有昂贵的明星学区房，每一个项目都在疯狂榨钱中产阶级的钱包。这是一个赢者全拿的极度残酷社会。如果你无法保证孩子能挤进金字塔的最顶端，那把他生下来无疑就是让他来这个世界受苦。这种已经深入骨髓的阶级焦虑感，才是这个时代最强效且无形的避孕药。我们再来深挖房地产这个恐怖的吸血机制。台湾的房价所得比早就已经名列世界前茅，这代表一个普通上班族就算每天不吃不喝，也要10几20年才买得起一间小小的房子。房产本质上是老一辈用来累积财富的工具，他们透过不断推高地价来实现资产暴力增值，但这份暴力是完全建立在剥削年轻人的基础上。当房贷无情占据了年轻人1半以上的月收入，他们简直就是为银行和建商打工的现代奴隶。奴隶在极度恶劣且没有希望的生存条件下，是不会产生任何繁衍后代的生物本能的。自然界的动物如果感知到外在环境险恶，食物严重短缺，或是掠食者残酷环伺在侧，
也会自动停止交配，以确保自身能够存活。人类作为最高级的灵长类生物，当然也不例外。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一种生物学上的自我保护，更是对这个不公义财富分配体制的强烈控诉。政府试图用区几万块的微薄生育津贴去对抗几千万房价所造成的巨大生存恐惧，这就像是用一把小水枪想要扑灭整座森林大火，不仅毫无实质意义，甚至显得极度可笑。那我们继续推演这个资本博弈的最终结局。当这场人口雪崩真正引发全面性的骨牌效应，你以为这只会造成未来的劳动力短缺吗？这其实是一场逃无可逃的全面资产价值重估。首先倒下的绝对是庞大的内需消费市场。当街上的婴儿车全部换成了老人的轮椅，当学校一间又一间的倒闭，甚至变成废墟，所有依赖人口增长的传统商业模式都会死。你的实体店面会迎来史无前例的冰川期寒冬。因为这个社会上最敢花钱的年轻群体正在消失，下一步将引发社会福利体系的连环大暴雷。社会上需要消耗医疗资源的老人越来越多，能够安稳缴税支撑国家财政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全民健保和退休金的资金池注定会彻底枯竭。为了填补这个深不见底的恐怖财政黑洞，未来的执政者只有两种极端且危险的选择：要么疯狂印钞票，引发全面性的恶性通货膨胀，要么对仅剩的年轻人克制毁灭性的极端重税。这将会形成一个完美且无法逃脱的地狱螺旋。越是重税年轻人，越是不敢生小孩，国家机器的运作就会加速走向崩溃与死亡。千万不要以为人口减少只是房子便宜这么简单，整个现代社会错综复杂的基础设施运作都是建立在一定规模的人口密度基础之上。当人口密度无情跌破了那个关键的临界点，你习以为常的生活便利性将会面临全面瓦解。偏乡的客运路线会因为连年亏损而直接停驶，自来水管和电网的日常维护成本会急剧飙升，因为再也没有足够的纳税人来分摊这些固定成本。医院会因为招不到护理师而被迫关闭急诊室，你生病时可能要开车2小时才能看到一个医生。那些曾经繁华热闹的2线或是3线城市将会慢慢退化成毫无生气且破败的鬼城，只剩下那些无法搬离也无力改变的孤独老人，在残破的街道上静静等待生命最后的终结。而所有的社会资源都会疯狂向一线大都市集中，造成核心区的房价继续畸形且不理性的喷发，边缘地区的房产资产则是直接面临残酷归零。这是一种极度残酷的空间折叠与财富剥夺效应，将会把你我的资产狠狠撕裂成2个极端。你真的以为你手中的资产可以安然独善其身吗？当人口红利正式反转成人口负债的那一天，非核心地段的房地产将会瞬间失去所有流动性，没有年轻人来接盘，房子就只是一堆无用的废土。这是一场无人能逃脱的世纪级财富大洗牌。而那些掌握顶级资源和庞大资本的科技巨头早就开始全面疯狂布局机器人和人工智慧，他们试图用吸积生命来彻底取代碳基劳工，用冰冷高效的代码填补人口塌陷的巨大缺口。但人工智慧会写复杂程式，甚至会画出精美图案，人工智慧却永远不会去买一栋房子或是一台车子。资本家虽然省下了庞大且麻烦的人事管理成本，但机器人并不需要领薪水，也不需要吃饭休息，数位员工更不会去逛街买名牌包促进经济循环。当大部分的财富都不可逆地向少数科技巨头集中，底层民众失去了工作机会，也失去了实质消费力，这个庞大复杂的资本主义飞轮就会瞬间卡死。这才是这个资本主义系统最致命且无解的死穴。少子化从来都不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道德问题，它是整个经济结构病入膏肓的末期并发症。这是一场弱势群体对抗极端高昂生存成本所发起的最后一场悲壮且无声的底层抗议。当这个国家的未来被死死锁在高耸的房价里，我们真的还有任何机会可以逆转这个死局吗？还是我们只能眼睁睁看这台失速的经济列车全速冲向那深不见底且万劫不复的人口悬崖？你看透了这场残酷资本博弈的血淋淋真相吗？面对未来绝对不可避免的税收与恶性通膨风暴，你又打算如何重新配置你手中仅存的资产？欢迎在底下的留言区分享你最真实的生存策略。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无情撕开了社会的虚伪真相，请务必按下订阅并分享给更多还在沉睡的人知道。我是带你看透商业底层物理逻辑的频道，我是点点思维，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